排在第5位的作品来自 GNZ48 郑丹妮。去年我刚拿到这个排名的时候，他们会说一个6节魔咒，拿了第6名的人都会遭遇不幸。中泰世子其实是个黑称，很早期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永远万年老二，我没有可能成为中泰第一。他们都把我的第6名界定成为了偶然和幸运，这次的第5名就足以证明我不是偶然，我是实打实的。做了那么多以后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。对。茫茫人海，打捞真我，陶有记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GNZ48 的郑丹妮。我从6点半就出发了，到现在，而且我感觉好像还没有多少首歌曲，就很慌。我现在已经11点半了。今天的心情怎么样？明天不就是那个总裂开了？我就放平心态，我不能放平心态，因为我为了这件事情努力了1年了，因为顶了很多压力，就很想要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吧。采访现场看你在地上跟那个粉丝直播，真的只是这里信号比较好，因为我觉得最后了，如果我看直播我都没有良心。我觉得因为粉丝在努力，最后关闭通道的时候，其实大家很紧张。在这一刻，我想跟他们一起给自己说一句加油打气的话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可以的。你认真对待每一个舞台，就会很紧张，把它当成很酷的一个时刻，都会觉得很好。但是如果说你也看重视结果，这哪来是轻松？我整个人都已经慌得不行了，我躲在那个黑幕里面去练舞。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脑海里面是暂时性的抛开排名这件事情。粉丝大概会告诉我说，咱们的作品就是歌迷们会支持到什么程度，差不多念到就是作品第7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就慌住，然后背过身，很紧张，但是还是祈祷自己晚一点念到了。立个 flag，待会儿在台上一定不会怎么样，我会流一滴眼泪。其实心里是有预设的，因为去年没有预设，那个补妆哭，就想着不行。那从今年要漂漂亮亮的，要即便是尴尬或者是紧张，你都要笑。我今年进步了，我没有哭。这2年的金泰会很不一样吗？会，因为第一次进神奇的时候，我是一个还没准备好做 top 的一个准备，担心自己会不会不配这个位置，或者是说能否有能力继续保持下去。去年我刚拿到这个排名的时候，他们会说一个6节魔咒，拿了第6名的人都会遭遇不幸啊。对，就是已经开始诅咒我了那一刻。好吧，我们等着他翻车，等着他完蛋，会有点慌。但是呢，我又觉得，如果说我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一件事情，我就可以打破这个魔咒。所以在这次拿第5名的时候，我就说，纵观这1年，我好像并没有什么所谓的6节魔咒，就等于说打了一些黑子的脸。6节魔咒倒是没有，6道飞起的舞台倒是有很多。当然也会有人不太开心，然后还是会嘴硬了。我自己和我粉丝开心就好。有一个男粉，我印象特别深刻，他说：“你都在中泰登基2年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世子？”我说：“别这样讲了，好吓人。”粉丝会很认真的在想这些称呼，但在我看来，我把世子理解成吃的那个柿子啊，因为事事如意，事事顺意，我就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吉利的一个称呼。其实你的体质也比较腥风血雨嘛，你的性格跟偶像身份发表言论的时候会被舆论放大或者曲解，对你有造成影响吗？初期会，心态方面各方面没有强，而且有一点双向情感障碍，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很崩溃。后来我家猫，我心灵寄托就是去世的那一刻，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一刻更难受了，那我就坚强一点吧。现
心态的一个调整，也是成熟的一个。很需要这种调整，因为以前太纠结于很容易被 CPU。当时我有一个很不好听的一个黑称，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小菊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这称呼多带感啊，我就喜欢你这称呼，你不要去在意别人说什么，爱你的人会觉得很可笑。我就突然之间被治愈住，对，然后说你没办法取悦所有人，我们要取悦自己。在那么小的年纪，是怎么有了这个做偶像的想法，然后又是怎么进入到了丝袜？误打误撞吧，家里出现了一点小变故，我想说边打工边念书，反正潮汕人嘛，我觉得赚钱其实挺快乐的感觉的。这时候我有一个学校里面关系最好的朋友，他就很真心的给我推荐一条路，说 SNH48 5期生在招募，你要不要去？我说啊，这团这么多人，我才不去。大家好，我是 GNZ48 的郑丹妮，我是 SNH48 的6期生。还是去了。刚进来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不习惯的地方吗？当时的舞蹈老师觉得我不可能会讨喜，你不会有粉丝的，你这种人，你的嗓子跟公鸭嗓一样，你要把声音提高提高。本来我是一首3人曲，把我分到4人曲，然后说4人曲这首奋曲比较适合我。然后我以前就很不自信，我就觉得算了，没人喜欢我就，结果出道很意外的，算是我们队当时人气最高的吧。为什么人气高？也是因为我童言无忌，讲了一些不能播的话。我是攻不是受，所以我才不会哭嘞。没有想到这一个事情反而引到更多人的关注。到19年底，我的粉丝给我的安利视频都是搞笑 MV，搞笑视频没有舞台视频。其实以前会找不对方向，就会很杂乱，然后也突破不了自己。然后从20年参加炙热之后才开始有转变。我以前从来不觉得我能够唱好一首歌，而且我觉得我是后辈，我没有办法就是做到比前辈要演。是大家都是说你可以，发抖的举起了手，想试试看。受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目光。节目播出的时候，弹幕就是说，哇，第一次看后辈感，就是跟前辈一起去争取某一个东西，好刺激啊！想看，继续看。那我想尝试一下，再勇敢一点呢。那时候给我丢了一趴 rap。你说的我从来没有唱过 rap 的一个人，被迫着长大是吗？对，但是我很意外的就是那个 rap 还挺适合的。拽拽的样子，你真的不太乖。可能我低音的优势终于出现了，然后就开始在钻研这条路，钻研了很久。炙热前我会有点躲镜头，我有点害怕。炙热后我是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，想要就是更多的表现自己。看到哪个镜头红点我就开始盯，然后粉丝也就是完全震惊，就感觉像换了一个人。到达现在这样的一个舞台能力的话，应该下了不少功夫吧？像你们一般平时就是泡练习室啊，泡过最久的一次就直接睡在排练厅吧，拿那个瑜伽垫，然后把外套就是叠成那个枕头，浅睡了15分钟，因为他们网上有说15分钟可以恢复精气神。没这么素过。昨天大概几点才休息？3点多吧。狼狈的我只能在车上努力化妆。不过我们少女偶像已经必备了在车上化妆的技能。感觉你工作上面还是蛮卷的呀。我是会被别人卷到了，我想说，既然你把我胜负欲卷上来，那我就要卷爆你们。又有胜负欲又很卷，但也不能说刻意卷吧，因为刻意卷其实所有打工人都很不开心。这种卷其实是原有基础上，我想做到特殊。现在定制公演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想说做出一些最特别的。其实我好多事业粉都是想盼着我到达另外一个 level。采访了5个你的粉丝啊，3个都是生命粉。我就很好奇，我说没有舞台上的维持，真的会有生命粉吗？因为我比较拼，基本上这一年没有休息过，1年内我好像休息时间没超过10天，算个小小战绩吧。9天学了18首歌。如果对一个完全不认识你们，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这里的感动，绝无仅有。刻板印象很强烈，那时候就觉得我们是宅男女神团，殊不知昨天握手队列里我只有3个男fan。对比起就是内娱现在很多女团的现状，就是我们不缺舞台，但是呢，很多人会把它定义为小剧场，在我看来不是。
只要是舞台，即便它的占地面积再小，它在我心中都是很大有力量的舞台，对我们来说都是很能够锻炼我们、历练我们的机会。然后一旦有一天我们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的时候，那一刻我是有底气的，因为我有过去的那么多场演出的经验。我们和妹不比任何人差。或许你还会继续去参加小剧场吗？因为就是他们也有人会担心说名次比较高，然后绝对会在的。我们斯巴的魅力是什么呢？即便是你名次再高，只要你想，我们公演票一开，你就能够见到我们。感觉外界对斯巴还是蛮好奇的啊。路人可能会比较好奇的一些事情，就是这么多女生住在一起，好不好玩啊？你醒来你见到的都是美女，甚至我会骂你的时候，他们的脸都是严肃且清冷的，就很漂亮，就是你生不起气。出现了，这是另外的价格，这是另外的价格。因为人多嘛，所以对你们之间的关系的猜测也蛮多的吧？外界其实不重要，其实外界的话，他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，且我们本身就有青春盛典，粉丝的角度上会有一些软竞争，但是在成员角度的话，我们本来就是生活上的朋友，也会有遇到就是有的成员会容易被粉丝影响到的，但基本没怎么跟我接触，我喜欢成熟一点的人。你会更容易被什么样的人吸引？就是说跟他们能成为朋友，跟我比较像的人，就是我喜欢跟有上进心的人交往。我所有的朋友，都是跟我一起积极向上去弄舞台的。我甚至我最好的朋友科科，我们两个人当时挨得很近，我们两个的报批歌单都不会透露给对方，是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最好的竞争对手。然后最后很惊奇的发现，我们有一趴撞了啊！真有的时候这默契可以不需要有的。但我的朋友们真的跟我会很有默契，因为我们住在一起合租。我菲菲、科科还有北哥租了一间177平的房子，然后养了6、7只猫，2只龙猫，还有1只招财蛙，反正就是很快乐。我们住在一起，应该很享受生活的那种，有点像爱情公寓。之前有朋友就没办法交学费，我就直接把我工资下来全打给他。哇，因为我觉得选择每条路很重要，但是在选择每条路的时候是一定很需要有人帮助的，不然的话也很难开启。以心换心嘛，交朋友的故事。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偶像或者说前辈啊？如果说唱 rap 的话，我喜欢乃万。那在做 idol 就是舞台台风上，我喜欢妈妈木。我其实没有说就是完全想要照着某个人去成长，因为我还是想觉得做出最特别的话，那就是做自己。不去就是舞台方向的一些东西，你对自己未来的展望跟规划是什么？其实我还是想上多一点综艺舞台类型的，像炙热的那样。因为感觉好像比较能够突出自己的一些优势。但是呢，搞笑综艺呢，我也能接一接的啦。虽然我不算是那种坐在这就很搞笑的人，我可以贡献一点，就是笑声。这趴结束了之后要去休息一下或放松一下，马不停蹄。因为大卧完之后呢，我还有公演，马上又要去巡演，然后马上又要去出国拍 MV， 马上我们队伍又要换新公演。打工人365天。不做女团的话，想做什么职业？说实话，我可太多想干的事情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先把启动资金给先存好，对吧？未来的事情，咱就是主打一个开心轻松，然后赚钱另说。我手绘的时候就问粉丝，我说，顶了这些压力，我真的有收获吗？他们都很坚定的告诉我，有，肯定有。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，所以这会成为你的一个支撑，会有力量。你的人生有没有什么座右铭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不去跟任何人比较，要超越过去的自己。让我们恭喜 GNZ48 郑丹妮，我做到了！我出道的时候15、16岁，高清黑历史也好，我一直都是一个全透明式成长的人。我不害怕我自己被抛开我的过往去给大家知道，或是这一段路途成长史给大家批判的，我不怕这些。人就这样嘛，能接受就喜欢，不接受呢就算了。只跟过去的自己比，要甩过去的自己一条街。郑丹妮就是阳城之光。那你想对他说什么？郑丹妮，我爱你。当然，我也想对他说，你是真的值得。就在我眼里面，你就是中台第一，你是唯一配得上的人。以后能不能有更高的成绩，我肯定会是希望有的。我也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到更高的名次。完全相信他会做得更好，被更多人看到，被更多人喜欢。是生命粉丝嘛？其实我最大的愿望是他能够健康开心，愿意追随他去到他想要的更好的地方。
我希望他被更多人看到，能获得更多认可。姐姐们给你们带了零食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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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我的新意思。OK。